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就是前几天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个短视频，这短视频里面呢有一个女主啊，她是在新加坡打工的一个中国内地女子吧，然后呢她就是在说啊，就是我攒了很多月工资，然后汇款回国，回国之后呢，这个卡呢被银行给冻结了。那么银行肯定告诉他，哎，我这个是司法冻结，银行是不会无缘无故去冻结你的，肯定是有命令的嘛，对吧？啊，那么公检法有相关要求啊，为了侦查，那么把你冻结了。那最多银行会给你一个办案民警的联系电话啊，你去联系他。但是这个案件在侦查当中，估计也是不会告诉你更多的详情。那所以说他很郁闷啊，他就是说，哎，我这个新加坡这个汇款公司还正规汇款公司，他强调正规啊。这里呢，我想说明一点啊，就是其实在中国做这种汇兑业务啊，这个牌照是非常非常难拿的啊，只有没几家公司可以的。那么你像这种新加坡、香港这种很多兑换店是吧？就是我们路边上啊，新加坡我没去过，香港我是去过非常多了啊。你看很多兑换店，它也有国际汇款业务啊，比如说你这个港币现金给他啊，然后呢，他把你就是内地这个银行卡给你转账。那这种情况的话发生之后啊，其实早就有10年前就有这种钱被冻结现象了，因为你给他的钱是现金。啊，现金的话，说实话很难查出来这个现金的这个是黑钱还是白钱，对吧？但是汇兑的话啊，汇款的话，这个钱来源啊很容易查清楚。比如说这个钱如果诈骗资金怎么办呢？那诈骗资金人家说刚好人家消化，你把这港币给他了，然后他刚好把诈骗资金转移给你了，那你这样子是不是你成了替罪羊啊，大头鬼是吧？所以针对这种现象呢，比如说你真的是在海外有收入啊，那我建议呢有两个办法啊。一个办法的话就是呢，你直接通过银行汇款啊，最简单了，不要去找人兑换啊什么。即使你说找人兑换，那也得找熟人兑换。即使说你找不到熟人兑换，熟人的朋友也行，但是也要检查一下。比如说他叫三明治，他叫张三和李四啊。那么张三李四的话，我给你的钱，我给你美金，给你港币，那你给我转账的时候，你是不是用张三李四的账号转给我的？这一点很重要，你要查清楚他是不是用他自己账户转给你的啊！不要说哎，他说我用我表哥的账户转给你，你哪知道他这个是跟受害人的账户是表哥还是假表哥呢？对不对？很容易发生这种问题的。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走一些相关的汇款公司啊。这汇款公司的话，不是我说那种兑换店啊。那种公司的话是在网上做业务的，虽然说我的频道里面没有介绍过，为什么呢？不介绍呢？其实我自己没有用过，我不敢去介绍，不敢随便介绍这种汇款公司，我感觉也是有点风险。如果换了我自己本人，我会怎么去做呢？我肯定用银行转账银行，新加坡银行肯定可以转到中国内地的，但是这个收入的话，中国内地要求你申报啊，申报这个外汇来源。如果说你在新加坡合法工作，哎，你有工作签证。你何愁没有这个证明呢？他要申报的嘛，你就要申报这个外国收入啊，对不对？一般来说啊，中国和外国的话是有这种税务协定的啊。比如说我在美国赚的收入啊，其实它不会产生双重税务的，因为我这个人在新加坡居住半年以上的话，我这个属于新加坡的税务居民了啊。正常来说的话，按照美国来算还是这样子的啊。那所以说呢，他不会问你征收什么税啊。额外的话我不知道啊，如果可能超了多少钱的话，可能要额外申报。正常来说不需要的，即使说，哎，你这个钱你人在中国，我美国那个钱啊，有一些什么网赚收入啊，我转到国内来，如果换了我也是从银行转啊，为什么呢？银行手续费虽然说高了点啊，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其实也就收几十美金，电汇费嘛 ，SWIFT 的汇款的话就收几十美金啊，不会再多了啊，然后你就凑一点嘛，然后直接汇过来，而且呢，最好是同名账户转账，比如说你叫张三的美国账户转到张三的中国账户，基本上银行就认证这个钱是你同一个人啊，你同一个人的话，那你基本上银行对这个钱的风险是非常低的。为什么呢？万一出现这个风险的话，你这钱来路不正啊，那比如说中国内地银行，他也会说，哎，是香港那边银行出问题了，是他们没做好反洗钱业务啊。那么也可以说，哎，是美国那边银行没做好反洗钱业务。我这边的话，我只认啊，他是同名转账过来，那对我来说的话，这个客户的风险是非常非常低的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说了大家不要去省这个手续费，手续费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保护费啊，
而且呢，银行如果说不入账的话，还可以退回来啊。你如果说像这个新加坡这个人，你现在说他是正规汇款公司，他根本在中国这个业务说实话是违法的，是非法的。他在新加坡做这个业务，说实话其实也不合规范的。而且新加坡他只能说兑换现钞啊，我不知道其他有没有这种可以啊，他只是挂了牌子吧。有些东西的法律监管是有漏洞或者空白啊，所以说呢，他们专门控制。而且你像香港这种换钱啊，非常非常松啊，特别现金嘛，现金基本上不查。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自己本人经历啊，我在香港也换过一些钱，比如说换港币嘛，换个1万2万之类的港币，是不是或者说港币换成人民币啊，一换的时候呢，给你算钱，是不是换钱的时候这么一打啊，我平常又不太数钱的人，你让这样数，是不是很累是吧？然后他那边是有验钞机的，我这边没验钞机，我只一张张数嘛。其实我有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办法啊，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有一个办法，就是呢，他给你数好了1万块钱，那么你呢跟他说，哎，你抽掉5张，你再过一遍，抽掉5张的话，那是不是9500啊？那么把它过一遍，如果9500的话就对，因为有些时候呢，他可能漏一张啊，或多一张，有些时候会做这样做所以说呢，特别要注意，你就让他抽掉几张啊，你不要让他抽50张啊，抽40张，这样的话抽也很麻烦。你让他抽3张、4张、5张、6张够了他呢过一遍，对的话那就 OK 了，那就验货成功了。那么还有一些比较老牌的一些汇款公司吧，比如说那个西联汇款，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西联汇款的话，基本上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西联汇款的话也非常方便，作为一种旅行的支付工具吧。比如说，如果说我要去阿根廷、巴西之类的，上次我也说过阿根廷、巴西的话，如果说我身上带钱多的话，我怕我被抢劫那么我可以这样子我直接汇款到巴西，然后有个 MTCN 码然后我到那边就是一个密码嘛然后我验证身份那就是这个钱属于我的这个很方便。西联汇款说实话在是18几年就有了，就是100多年前就有了非常非常早，可能在清朝的时候就有了那原生嘛那所以说呢，你可以找这些公司。以前的话还有很多公司，比如说 XOM PayPal 呢也是可以，但 PayPal 的话是按照百分比去收钱的而且 PayPal 的话，现在国内的话，经常有一些朋友在我的 PayPal 视频下面留言说 PayPal 怎么收款，能不能收到款PayPal 是可以收款的，但是你这个款的话必须要有交易的，它是要备案的。比如说你这个是网上做独立网站，你交易获得收入那么你备案通过然后通过之后，你通过这个网站获得收入来源，跨境电商的有个跨境宝的服务而且是零手续费的服务费直接到账的没有任何的手续费的非常方便，因为这个是完全合法合规的那如果别的朋友给你转账的话，我觉得建议不要用 PayPal， 如果小额的话是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呢？ PayPal 是按照百分比收款的银行的话是按照固定金额，比如说一笔就是$35$40就是这个汇款手续费。那么你汇2万的话还是40，汇3万还是40。但是如果说你汇2万的 PayPal 的话，那他说1%比的话，那1个点的话，你就$200了，是吧？那这样不划算，是吧？小额走 PayPal大额的话走这种银行。还有的话就是你也可以尝试叫一个数汇金数汇金业务的话，中国工商银行是有的，就是 MoneyGram 然后美国也是有的，这个跟西联汇款基本上齐名的这2家公司是非常有名的。但是 MoneyGram 的在中国内地的话，可能呢就是有些银行，如果你在城市呢比较小的话，可能不太方便。但是西联汇款的话，基本上就跟邮政储蓄一样发达所以说呢，如果说在海外有钱那想汇款的话，你看自己吧你看如果金额哪个划算就走哪个一般来说我建议走银行吧银行最方便。